新加坡和香港谁才是亚洲第一？可能很多人没留意到，香港和新加坡都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才和富豪争夺战，特别是针对亚洲人，尤其是华裔群体。近些年，这两地也是你争我赶的，两地都在争夺亚洲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新港之争也被称为新时代的双城记，一直以来都是香港压新加坡一头，与纽约、伦敦并称世界3大金融中心。香港则是亚洲第一。2023年，世界前10大金融中心有4座是落在亚洲，而其余都在美洲和欧洲。而在亚洲这4个金融中心里面，前3个都是出自由华人主导的城市，分别是第一的新加坡、第2的香港和接着是上海。最后一个则是由非华人主导城市首尔夺得，排名亚洲第4，全球第10大金融中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华人似乎已经主导了亚洲的金融市场，更在全球市场里面占据了很大的比例。香港在过去常年都是亚洲第一金融中心地位，在本世纪20年代开头，2020年和2021年也都是香港领先新加坡1名，排全球第3名，新加坡则是屈居第4。但这情况在2022年出现了反转。根据2022年的 Global Financial Central Index 数据显示，新加坡成功以726分首次力压香港的725分，位居世界第3金融中心，登顶亚洲第一金融中心地位。2023年依旧保持这个势头力压香港，可见双方都卯足全力，都想把对方击下，夺得亚洲第一金融中心地位。而在家族办公室方面呢，香港背靠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香港为投资者提供了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便捷通道。很多要进军中国内地市场的富豪都会把家族办公室设立在香港。根据2024年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数据，2024年香港单一家族办公室的数量已经飙升至2700家，其中超过1/3管理的资产超过1亿美元。管理资产规模达到35.5万亿港元，就连迪拜的小王子更砸了5亿美元在香港建立其首个海外家族办公室。所以此时的香港是以接近双倍的数量，约2700家家族办公室力压新加坡的1400多个家族办公室，是亚洲最多家族办公室设立的地方。这局香港胜。Why Hong Kong? Why not Hong Kong? I mean, for me, I would say that during my first visit, which was early, actually December last year, okay. I got to see a lot of similarities with Dubai. I think Hong Kong is very advanced in so many aspects. It has so much to offer in terms of investments, opportunities, and business expansion. And I can see like there's a potential for long-term growth that can happen. And so we kind of went on with the idea, and through a few friends, through talks, and now we're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at family office here in Hong Kong. How big's the fund? It's up to $500 million. 而在税务方面，香港2024年的个人所得税是16%，而企业税只比这个个人所得税高出0.5%罢了，也就是16.5%。注意看啊，16.5%啊，它有故意低新加坡0.5%之前啊，因为新加坡的企业税是17%，而香港就特别制定在16.5%。而新加坡的个人所得税是去到24%，这明显比香港的16%高出很多，所以这一局很明显也是香港胜。大家好，我是尼克，尼克是一个专注利用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关注的话，现在是时候关注了，还记得打开那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为什么新加坡是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其中一个热门目的地。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香港和新加坡同为全球金融中心，经济都是高度发达的，但在产业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新加坡除了是金融中心以外，还有强劲的制造业。新加坡目前是全球第3大炼油中心，并且还是全球第4大高精尖制造和芯片出口的基地，所以在经济上更具韧性，抗风险能力也更强，不易受到特定行业的衰退而影响。而此时的香港主要是依靠金融、贸易和房地产在赚钱，也就是所谓的快钱，这跟新加坡有很大不一样。上世纪60年代初，香港的制造业位列亚洲4小龙首要位置，但由于金融和房地产的崛起，香港的地价和人力成本飙升，导致不少企业纷纷将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大陆和越南，至此香港的制造业一落千丈。而此时新加坡正稳步推进其多元化的经济，加大措施吸引更多的外资和富豪加入新加坡。
不断完善创投生态，为企业家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吸引更多的富豪来到新加坡当地设立区域总部，并且为了招揽全球的人才，新加坡针对不同的人才提供了不同的移民途径。接着吸引大量的精英定居新加坡，甚至是移民新加坡。比如针对富豪推出了全球投资者计划 GIP 和家族办公室。2022年，香港拥有100万美元净资产人数为12万5100人，排名全球第12名。这是香港首次跌出榜单前10，而新加坡则是以24万9800位百万富翁排名全球第5。所以，新加坡的这些努力都反映在近2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排行榜上。新加坡已经连续2年超越香港，位居世界第3、亚洲第1金融中心地位。近年来，世界经济局势不很明朗，不过我国经济还是取得相当稳健的发展。我们制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失业率非常低，几乎可以说是全民就业，工友的收入也稳健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了经济转型做了很多准备的功夫，现在渐渐开始见到成绩了。在许多投资者的眼中，新加坡仍旧是一个经商和投资的好地方。去年我们吸引了投资承诺达160亿元，创下新高，投资的数字也越来越高。其中一个原因是新一代的新加坡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能够胜任更高知识和科技水平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工友的素质提高了。因此，我们能够吸引许多高端的新兴的投资项目，为新加坡人提供优质的工作。其实我们自独立以来，经济也经过了多次的重组和转型，而我们每一次都能够争取成功，从来都没有失败过。为什么会这样？我看主要原因是我们从来都不自满，我们每次都要尽我们的能力学习，做得更好。虽然我们是比其他国家小，但是我们比他们团结，我们走得比他们快。我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能够从挑战中找到机遇，而我们越战越勇，这就是新加坡的优势。而现在大环境充满挑战，但是我们也有很多良好的起跑点。我们的，比如说的经济产业，在先进制造业、在金融业、这个运输业、物流业都很有竞争力。我们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有数一数二的国际机场，还有海港，所以这跟过去相比呢，我们真的是有很好的这个优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必须好好的利用这些优点，继续创新，发挥所长，在新加坡开创新的解决方案。其实这2地各有胜负，各有自己的 strength 和 weakness。所以在你心目中，你觉得哪一个才是亚洲第一？你更想移民去哪一个地方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这一期节目的话，欢迎点赞、关注、分享，还记得打开那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想看为何富豪们都选择移民到新加坡，而不来隔壁的马来西亚，可以点击上面链接去看，或等下来边来找也行。这一期已经是第4集新加坡移民系列了，如果前面3集你还没有看的话，等下记得来边来找。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关注和订阅哦。